比特币来到阶段性低点了吗？以太坊资金流入的状况如何 ？Bybit 被疯狂提币能撑得住吗 ？Bybit 该如何解决后续的事件？从 Bybit 被盗的事件，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图表显示比特币一周的波动率，黄色线表示比特币的波动率。我们可以观察，当比特币的波动逐渐变缓的时候，那黄色线就会来到比较低的水准。当黄色线在比较低、波动率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呢，很多时候都形成了比特币阶段性的底部。我们之前在15000的时候，在2万多、3万的时候，在3万8的时候，在4万多、6万多的时候，还有现在，我们都出现了波动率很低的状况。当我们在市场牛市的时候，波动率降低，就代表在牛市当中，但是大家的热度变低了。那么当牛市热度变低的时候，就会是加仓现货再买入现货非常好的时机点，也很有可能形成阶段性的底部。我们还可以观察加密货币在更小级别的周期，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的资金费率都来到了比较低的水准。在过往大家比较疯狂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来到10万，来到10万出头的时候，当时的资金费率严重的飙高，随后我们就出现了阶段性的顶部。随着之后的回调，资金费率已经做好了修正，但还不到看跌的情绪。现在又经历了更进一步的下跌、回调、震荡，目前市场情绪已经整体偏向看跌了。那当市场情绪总体在看跌的时候，反而常常可以形成阶段性的底部。所以我认为加密货币行情阶段性的底部已经不远了。不过以太坊的表现还是很糟的。我们可以从以太坊流入的资金来观察，图表当中的 Y 轴呢是有做过对数的，对数差一格就是差10倍，所以你看到的资金流入下跌的状况呢，要比实际上要严重非常多，因为它是取过对数的。像以太坊在过去1个礼拜资金流入减少的情况呢，非常严重。我们1个礼拜从原本的118亿的流入，到现在只剩下 56.2 亿美金，相当于我们迅速降低了52个百分点哦。那这是以太坊。不过 Solana 我们可以相互对比一下，虽说 Solana 也是降低，最近的表现也比较弱。不过呢 ，Solana 资金流入只有下降 25%， 而且 Solana 资金下降过后所流入的资金啊，一样有118亿美金，是高过以太坊在下降前所流入的资金的。在这轮牛市，我有抄底了以太坊，在这轮牛市我也持有了以太坊，它是我现货的第2大持仓。不过我在当时2年多前买入以太坊的时候，我当时是没有想过以太坊在链上数据，在2级市场表现的数据都被其他的项目给一一超越了。目前以太坊除了在链上的 TVL Total Value Locked 总锁仓价值还没有任何一个币种有机会追到之外，其他的数据都被其他项目慢慢的追赶，慢慢的超越。这是我在当时买以太坊的时候所没有设想到的情况。那在2级市场的表现上，我们也可以直接看到以太坊的走势，以太坊的价格是很弱的。我会认为以太坊要有机会走强，那我们必须看到以太坊进入了传统资金，传统金融是认可以太坊的，愿意把大量的资金流入到以太坊当中，对于以太坊是有偏好的，或者是以太坊的链上数据热度开始活跃起来的，那么以太坊的行情才会有所转机，才会有更好的表现。不然以太坊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项目在疯狂的追赶啊。目前 Bybit 挤兑的状况已经暂时缓和下来了，不过 Bybit 在这次事件当中呢，事件发生了50个小时之后， Bybit 就被提取了60亿美金的资金啊，将近60亿美金啊。那60亿美金对 Bybit 交易所来说，大约是超过了1/3的资金。那很有机会，我们这一次恐慌性的提币、恐慌性的挤兑，有可能让 Bybit 流失了、被提币了平台总资金的1/2，是有机会的。不过，如果 Bybit 是可以撑过这次危机的话，那就可以证明 Bybit 的所有资产储备呢，是包含了所有客户资金的。Bybit 是没有挪用客户资金的，它才可以让在
有这么巨额损失的情况下，还可以调集其他机构的资金，并且一样可以出金给客户。尤其现在 Bybit 的温钱包、热钱包都是充满了资金啊，所以当大家提币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比一般时候要来得更快速。那 Bybit 在这一次事件当中依然没有暂停提币，我相信 Bybit 对这一次事件的后续处理是成功的，所以说前面的安全问题引发了很大的隐患，但对于后面到目前为止还是成功的。但 Bybit 它最终能不能重回一线交易所，要取决于 Bybit 后续的处理有没有重拾客户的信心。不过最危急的时刻，在被疯狂提币的这前2-3天，至少目前 Bybit 是撑过了。那经过了这次的事件之后呢，如果你要长期存放加密货币，最好的形式就是用冷钱包。你只要点开随便我一支影片，下方就有 Ledger 的冷钱包链接。冷钱包千万不可以到来路不明的网站去购买，你的资金有被盗取的可能性，一定要到官网。你只要点击下方的链接，就会导到 Ledger 的官网，那你就可以去挑选。我自己最多的冷钱包也是用 Ledger 不过我是用比较老款因为其实用老款就够用了。那上面有很多品项可以提供你选择，不过 Ledger 是比较贵的，但它至少是最好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Bybit 后续是如何处理资金被盗的状况。在资金被盗过后呢， Bybit 损失了交易所里面全部的以太坊几近全部的以太坊，大概是50万颗以太坊左右，总计大约是15亿的美金非常夸张。这已经是人类金融史上被盗窃单笔金额最高的一次事件那 Bybit 在事件发生过后呢，过去的10几个小时已经透过了场外交易 OTC 的方式，已经购买了10.6万颗的以太坊。其实 Bybit 购买以太坊的决定，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因为 Bybit 失窃的是以太坊。但如果说以太坊在接下来的牛市有很不错的回报的话，比如说以太坊在被盗窃的时候是2700美金，比如说我们过个几个月，以太坊变成5000多美金了，那么 Bybit 这次的被盗窃的金额会直接翻倍，会从15亿变成30亿美金。那到时候这个缺口还能不能被补得上， Bybit 还能不能负担就不一定好说了。但 Bybit 从场外购买了以太坊之后呢，目前已经购买了10万颗了，然后再加上其他机构有借给 Bybit 来舒缓的这些以太坊呢，已经来到了19万，将近20万颗了，已经可以 cover 掉被盗资金的1/2了。所以即使你现在从 Bybit 提取以太坊，也会非常迅速的就到账。那 Bybit 购买了以太坊过后，也可以对冲掉以太坊在上涨所带来的资金损失。所以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不过在过往呢，交易所被盗之后，加密货币的盘面都会出现很大的波动像当时在2019年币安被盗了7000颗比特币的时候，比特币的盘面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因为当时市场上都很恐慌，很担心骇客会以某些形式来抛售手中的比特币。不过 Bybit 这一次事件呢，对盘面的影响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以太坊的盘面，虽说我们在过去几个小时有一定的震荡幅度，但这些震荡幅度呢，它完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它并没有因为骇客事件出现很大的行情波动，我们还是维持在原本的震荡箱体当中的。因为就骇客方呢，它是不好进行抛售的，要对价格进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拿到中心化交易所抛售。但这些资金呢，这些地址都是有受监管的，都是有受标记的。如果说这些有被标记的地址，他敢提币到中心化交易所，那就会立刻被冻结，所以他们并不会这么做那他们也比较难透过场外交易的方式，他们要把这些以太坊洗白，就只能通过时间的形式，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转换出来。所以这些被盗的以太坊，它很难影响短期的盘面那就 Bybit 来说，它也没有直接从场内从交易所里面去购买以太坊，它是用场外的方式，所以说场外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盘面，不过它是很间接的所以短期的盘面是比较难受到骇客事件的影响，而有很大的波动。那最后呢，我们可以从这次 Bybit 被盗事件有一些思考像这次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单笔金额盗窃事件，
尤其又发生在我自己有使用的交易所上面所以我自己其实是非常非常惊讶而且担心的。那我自己做了很多检讨现在 Bybit 的提币非常迅速，那我自己的提币是基本上都已经全部提出来了，那大家也都可以试试看毕竟我的资金是稍微多了一点所以 Bybit 的资金上限它每天是有上限的，我都是把每天的上限给提到了，也是花了几天的时间才全部提出来。那大家也都可以试试看因为交易所的资产是你的，交易所绝对不可以用任何理由来阻止你提币那大家可以思考看看这次又更让我意识到冷钱包的重要性。我认为如果要长期存放加密货币资产比特币、以太坊等等的，那么一定要用冷钱包保存因为交易所集中存放的地址呢，它里面常常有非常大笔的资金动不动就是几亿美金，甚至十几亿美金甚至有更大的钱包有几十亿美金。那这些巨额的地址呢，巨额的钱包它的转账都是公开的，因为交易所的储备都是公开的，转账啦、地址等等的都是公开的，所以就很容易成为骇客的目标毕竟一个钱包里面就有几十亿美金的资金，骇客他哪怕是用几百万美金甚至几千万美金的成本，只要可以害到你这个钱包，那它都是划算的所以交易所中心化的交易所，它会把很多钱集中到同一个地址里面，那么即使你的安全性很高，骇客也可以花很大的成本进行骇客。但如果说你把你的资产放在你的冷钱包里面，它即使在技术上是安全的，那别人或骇客呢也不会愿意花很大的成本来盗取你这颗冷钱包因为你冷钱包里面的钱是有限的，但交易所的钱包里面的资金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这一次 Bybit 被盗的技术呢，其实已经是最安全的，已经是行业里面最安全的像这次的被盗钱包呢是多签的冷钱包像我们自己持有的冷钱包都是单签的，你只要有一组私钥，你就可以解开你的冷钱包，就可以取用你的地址里面的钱但多签的冷钱包是需要3组的私钥所以其实在技术上这已经是最安全的方式了。而且3组私钥呢会来自3台不同的电脑而且呢你的冷钱包转移到温钱包的地址，这些地址呢它也是固定的，你不可以随意的发送冷钱包的币到你个人或者随意指定的地址除非你更改了智能合约。那这一次就是智能合约被更改，而且即使你去提币到了温钱包，一样你还要经过热钱包还有审核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在技术上已经是最安全的。不过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进行检讨比如说这3台电脑负责签名的电脑它应该要专用它应该要针对它的功用呢只做这个功能它不应该再进行额外的比如说收发电子邮件进行日常的办公，因为这就有增加被害的风险那这一次骇客也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控制这3台电脑那我自己也有检讨我的设备，其实我的设备验证用的跟日常用的设备我是完全做区隔的。那我用验证用的设备，我就不会对它进行日常的操作，那骇客即使要去盗用我验证的设备也会非常困难不过像这种骇客事件发生，非常有可能内部是有内鬼的，不然如此严整的技术的隔离其实已经可以把资金做到非常安全那这就可以显现不管你在技术上再怎么做到安全呢，它都有被攻克的可能性。所以大家要思考怎么做才是对你最安全、最有保障的方式。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